軒，現在在伊朗戰場仍然殺的跟什麼一樣？結果你看到這一張照片出來之後，中國嚇死了。他說：“這伊朗的伊朗打下一台無人機，應該是美國的無人機。但仔細一看，不對，這不是我們中國的翼龍2無人機嗎？對，那現在不是尷尬死了？我們都知道，伊朗用的武器，要麼是中國，要麼是俄羅斯的，不管是防空武器等等。那如果今天這翼龍2過去要打伊朗，伊朗用中國的武器回擊回來。”這難道是中國的矛與盾的對決嗎？對，因為伊朗現在實行一個策略，就是不管說是什麼樣的我們飛機呢自己打的，或者它本來就掉在地上呢，看到就吹就對了。所以呢，當出現這個畫面的時候，我還想說，伊朗可能有一些媒體還在那邊大肆吹捧，說你看我們終於把美軍給幹下來。結果我仔細一看，不對了，上面怎麼有些簡體字我們講這個產品越看越不對勁，原來發現說。這一次伊朗真的把人家打下來，然後也拍了照片呢，耀武揚威。但是呢，美國在旁邊笑呵呵的，因為你打的是中國的無人機，搞什麼飛機啊？不是說中方真的是搞什麼飛機？不是說伊朗買的都是中國字嗎？那怎麼會去打中國字呢？結果後來了解詳情之後才發現，哇，原來是這樣子矛與盾對決。為什麼是？因為是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聯酋，就這兩個的好兄弟，實在是看伊朗也不爽很久，所以呢，他們竟然也派出他們的無人機進行攻擊，但是。因為沙烏地阿拉伯呢跟阿聯酋過去買的都是誰的呢？都是買中國的，所以你看誰幹的？翼龍秘密入侵伊朗，被導彈擊落，海灣國家無人敢認。我心說是你們怎麼還有臉去寫這個報道？實戰剛好成了翼龍2的實戰考場，能夠破了問題方面後續進行改進。結果他們還喪事喜辦，這個最好笑，在這邊還在那邊洋洋得意。但為什麼我們講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所謂的阿聯酋會有呢？來，這是過去他們在吹的在2024年的時候，珠海航空展，他們就全部都把這個阿拉伯國家呢當做盤子來說，你看沙特大哥說了，絕不講價，你們賣啥我賣啥。包括2024年，甚至2022年，那麼時候他們曾經來說，中東買家瘋狂下單，中東是真富豪，真豪氣。你看到當時在珠海航展的時候，他們是怎麼吹自己中國武器這麼強？結果在這一次伊朗戰事裡面。都被打趴的，他那時候吹的超好笑。他說什麼對標什麼愛國者飛彈3型啊，對標 F16啊，什麼殲10啊，大家市場熱議，市場搶爆啦。然後他們都只講一個關鍵字，你要仔細聽中國的話術，他們都不斷講性價比。什麼意思呢？性價比意思就是說它比較便宜，只要1/3、1/5的價格，但是這個性能的性。他沒辦法跟你保證，對，就是性能通常都很爛所以現在伊朗有沒有不爽？當然不爽啊！跟你買了一大堆，我們講防空飛彈，沒有，那買了美國打爆了，對，所以很有可能整個中東區域會因此在這一次大事件裡面喪失民心，而且再來，我接下來講的東西才是當中的爛傷。對，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中國到現在為止，我們只知道俄羅斯的衛星，但趙，你知道嗎？伊朗現在飛彈還能再打出去，是因為中國源源不絕的。偷偷運他們的助燃器給他，這個不是我們亂說的這是英國的《每日電訊報》去爆出來。我們之前就已經講說，還記得我們在節目上講過，伊朗有個港口在開戰前突然爆炸。我想說那也沒有什麼，但是這個就是證明中國也偷偷運，結果沒有想到開戰過後，這麼多的這種影子油輪又載了飛彈的原料去給伊朗了。對，首先呢是怎麼被抓到呢？因為他們突然發現中國有一個港口最近呢非常的動靜頻繁。這個的港口呢叫做什麼呢？叫做我們講的高蘭港。那這個高蘭港它做什麼？突然間發現有很多原本是黑名單的船。來，各位你要仔細聽，為什麼叫黑名單？黑名單代表說它被美國、以色列或西方國家給制裁，過去曾經運過亂七八糟的東西，結果這些黑名單的都聚集在這邊，然後呢再開始大量的運送物資，而且開到海上的時候，突然間呢它的訊號都會關掉。關掉之後呢，本來比如說我要講說我要去菲律賓，我要去越南，就最後莫名其妙嘣一個出現，全部都出現在我們講的伊朗。對，而且再來它運的什麼？是過濾酸鈉。那這個過濾酸鈉是什麼呢？也就是所謂的彈道飛彈，你這種長程的飛彈裡面，它的助燃劑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物質，它大量的去輸送。他們預計說這一次中國呢輸送的量。大概可以給伊朗呢做到我們講600甚至上千枚的這種飛彈。但我們再仔細看到它這個船，這個船是什麼？我們都講的幽靈船隊，因為他們仔細呢把這個每日電郵報5艘船找出來，包括整個 Homana， 然後 Bazin， 甚至 Shabadis 這些船原本都屬於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航運集團。那這個航運集團呢，基本上是一個空殼公司，那早就已經呢被美國、英國、歐盟、瑞士的制裁。結果制裁的狀況之下呢，它還是照樣偷偷摸摸的，我們剛才講到的運過去。對，那運過去之後，最可怕的狀況是什麼呢？未來這些東西可能每個月、每天，它會變成10枚、20枚、30枚，
這些彈道飛彈給伊朗去大量生產。那再來，這凸顯出一個困境。有些人會往反面想說，哦，那是不是代表伊朗的防空設備以及它的這個飛彈呢，包括它的發射器，可能還有1/3甚至1半以上呢，都還藏在地底下？但也有另外一種想法是，如果說它飛彈的庫存量夠，那現在怎麼還這樣去生產？會不會是真的已經弹盡糧絕？坤哥，我們剛剛看到伊朗現在暫時都還在打。你说韓國現在正遇到一個史上最大的壓力潮，我們之前才講說它的貨幣已經跌得非常多，結果你說現在更可怕的是什麼？南韓已經把家底都要拿出來了，拿到之後是什麼？它的外匯存底都已經掉出那後10名了。對，這是20年才韓國的外匯存底首度跌出全世界前10名，因為他把外匯的錢拿去幹嘛？拿去買韓元來穩住韓國的匯率，因為韓國匯率一直往上，一直貶下去的話，它很多物價都會受不了，特別是石油漲得很高嘛，所以它石油一直漲上去，買石油只能用美元去買。結果韓國的外匯存底只好拿來幹嘛？拿來逆向去買自己的韓國的貨幣，來穩定匯率，讓匯幣不會貶那麼多。對，他就是干預韓國的匯率。然後干預匯率是為什麼？因為韓國現在竟然李在明當總統，竟然讓韓國人連香蕉都買不起。本來他們的家庭主婦是1個禮拜大概吃3天的香蕉，現在可能改成1個禮拜。為什麼？因為香蕉從3-4千塊漲到7000塊，漲了快1倍。所以韓國人本來說他從原本大概63塊台幣。到現在一串漲到150塊台幣。那香蕉在韓國是扮演一個替代高價水果，一個進口的水果的替代，可以讓韓國人比較省錢。沒想到香蕉因為是從東南亞，包括菲律賓跟越南運來了，所以價格加上它韓元貶得非常的凶，韓元不是貶到金融海嘯以來最差嘛，亞太金融風暴以來最差，結果物價就跟着漲了，包括牛肉已經漲15%，石油當然也在漲，大家一樣。結果它進口水果海鮮漲得非常的凶，所以它現在連進口的關稅從30%降到5%，就是為了穩定說進口水果不要漲那麼多。還有連星巴克咖啡都漲了8%左右。結果韓國人現在飽受物價所苦，結果他們總統竟然說什麼？他不去譴責伊朗封鎖荷姆茲海峽，他竟然還在說要提供人道救援，完全搞不清狀況，把韓國的外匯家底都拿出來用了。他竟然還在說還要挺伊朗。好，我們來看韓國的外匯存底，這是最新的世界外匯存底的排名，台灣是好棒，因為台灣它超前3個國家，超過意大利、法國跟沙烏地，我們爬到第7名。結果韓國發生什麼事情？它就跌出了10名以外，是2000年首度跌出第10名啊！為什麼？就剛好有說了，動用外匯存底，因為韓國韓元跟匯率實在匯率貶太凶，物價漲太高。所以怕人民吃不起，而且還緊急動用，包括43種物資都要列為關鍵物資，不然韓國可能會發生所謂的更嚴重的物價。韓國現在這麼慘，物價的問題會很嚴重，因為匯率已經跌到亞太金融風暴以來新低，所以東西會變常貴，買不起。好，還有一個國家也是很慘，這個國家是以前也相對比較挺伊朗的土耳其，95%的石油、天然氣都靠進口。那當然我們都知道，大家搶石油啊，排隊啊。可是土耳其慘的不是這個，慘的是土耳其里拉本來就相對比較不值錢。那現在油價大漲，油價要用什麼買？石油要用美元來買，對不對？那里拉沒有人要用。所以他已經花掉了3個禮拜，已經花掉300億美金的外匯存底，已經把他外匯存底都花完了。結果外匯存底花完還不夠他現在幹嘛？動用他的黃金儲備，所以他上禮拜已經賣掉了69噸的黃金，將近70噸的黃金。整個2個禮拜打仗，已經賣了118噸的黃金你知道這個道理是什麼？你知道嗎？我們台灣存在新店的山區，大概有400多噸的黃金是那時候從中國大陸搬來的。如果我們把這個黃金從新店拿出來，拿去買石油，你會不會覺得這是很嚴重的問題？他已經買了快120噸的黃金外匯花掉了300多億。土耳其已經陷入到什麼？拿自家的家底出來維護經濟，不然經濟會很慘。甚至土耳其也嗆聲了，荷姆茲海峽再封鎖下去的話，是全球的災難因為很多跟土耳其差不多的國家都一樣。
會碰到你國家匯率大貶，然後物價狂漲，這個情況會非常的嚴重。所以現在大家都把外匯跟黃金都拿了出來了。所以继續支持伊朗封鎖荷姆茲海峽的，其實會成為地球的公民公敵哦，會成為全球的公敵，因為很多國家都會碰到香蕉買不起，拿黃金出來被賣的困境哦。劉老師，我只能說，川普這一次真的太可怕。第一個，他已經在完成那種史上不可能这種營救行動來出現。第二是什麼？他的出修手還有公布一件事情，我們之前不是看到很多伊斯蘭革命衛隊高層被殺嗎？他們不敢去開了會啊，就沒想到又有50個人聚在一起去開會。結果川普說什麼？這次以色列跟美國又擊殺了50個聚在一起的伊朗領袖。結果你說這件事情看到誰眼裡最可怕？你說是習近平。我說為什麼？他說原來是正習會前竟然發布了這一張，他們竟然在北京這附近擴大這種所謂要軍演的範圍，是在搞一個什麼無限高。重點是最有趣的是什麼？區域限制到達40天，40天的時間，還有這麼害怕嗎？對，我們講說美國出手委內瑞拉跟伊朗來講的話，誰最害怕？就是中國最害怕。那為什麼中國最害怕？你看到川普啊，他第一波殺了哈米尼之後，第二波、第三波，結果現在呢，軍事將領們50個人聚在一起又被殺掉，又被端掉。所以你不管是怎麼樣來講的話，我都知道你在哪裡。所以代表說斬首行動對美軍來講輕而易舉。再加上你剛剛看到了，為了營救他們的美軍自己的人，他馬上進入到伊朗境內，然後又馬上救出來。這種手法來講的話，基本上全世界大概只有美軍做得到，其他國家做來講的話，應該是七零八落的。那對中國來講，他現在發布了《華爾街日報》特別報道。3月底到5月初，竟然40天，高達40天的時間，在它的黃海跟東海這個地方進行這個所謂的禁制區這個禁制區在做什麼事情？就是限制相關的這個所謂的航空器也好或怎麼樣，而且它做一個事情就是無限制的空域，就高空。那什麼叫無限制的空域的高空呢？你看到它如果說這個無限制高空，你要想的一件事情，一個國家如果能夠控制到它的一個領空，已經算不錯了。對。但是如果從領空以外以上來講的話，你要看國家有沒有能力去處理它嘛。那比如說什麼洲際彈道飛彈，你要飛過去的時候，或是高空衛星的時候，你要有能力把它打下來，或是有能力把它控制住，你才畫這個東西才有意義嘛。对。那你要畫一個無限制高空來講的話，那代表說中國它在出哪一招？他就是害怕說全世界會不會有那種很奇怪的高空的無限制高空的那種所謂的衛星也好，或者是所謂的洲際彈道飛彈也好，從那個上空飛過去嘛。對。所以這個時間點剛好是什麼時間點？就是現在鄭麗文要去北京的時間，正習會前夕，而且還有什麼時間點？就是準備5月中的時候川習會的時候。對。而這時候，中國也不知道美國會出什麼招？你看到最近來講，中國那個所謂的戰備儲油來講，本來過往來講，大概只有4億桶到6億桶左右，現在儲到12億桶，也就是說儲了100天以上。換句話說，中國都是看到了這個整個所有的美國出招之後，他開始害怕了。他害怕的結果是他不管是戰備儲油，他不管是所謂的演習，而且你知道4月的時候第一島鏈要幹什麼事情嗎？要幹什麼？美國、軍演了。日本、菲律賓，甚至澳洲。他們會有所謂的包含肩並肩演習，還有在第一島鏈進行這樣的演習。對。那你4月在進行演習的時候，你中國就出了這一招來這個管制這些空域來講的話，是不是雙方都有在對峙的這種概念在裡面？當然，這《華爾街日報》有點誇大所謂正習會了，為什麼呢？因為鄭麗文沒有那個能耐可以把這個美國的 GPS 帶到北京去啊。對。你知道意思嗎？就是說，如果鄭麗文跟習近平握手的話，會不會一顆飛彈飛過來？應該不太可能給他這樣端掉。他形容是鄭麗文把 GPS 拿到這個地方，確認了習近平的位置，飛彈斬首飛彈就來了。對，應該不至於啦。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華爾街日報》他故意的是要什麼？警示中國已經在做一些應付美國的準備。而現在來講的話，在第一島鏈的所有軍事活動跟中國的軍事活動，現在來講看起來沒有因為美伊之間的衝突，在印太地區來講，美國有降低或者是減少這些相關的軍事活動。所以在正習會的前後來講的話，那中國出了這一招，顯然中國已經害怕，感受到美國的這個強大的壓力。這個強大壓力來講的話，
對中國來講哦，他認為斬首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們才會一直看到習近平到現在為止，他要出北京基本上都很難，不敢出的。他為什麼不敢出去？他為什麼怕說到地方？或許啊，北京首都的這個所謂的防空體系做得比其他的省份好很多。當然了，我們不是說其他省份它沒有涵蓋中國的整個武器，但是畢竟來講的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對中國的這些官員來講的話，看到了伊朗的這樣的窘境、慘境。而且這些竟然不是只有第一波、第二波而已，所有官員被這樣端掉的情況之下，難道解放軍裡面再加上有一些所謂的不忠誠的人，有一些內訌的人，那難道也不希望這個引入這個美軍來進行斬首嗎？所以現在的中國來講的話，這步步為營哦，來這個所謂的應對美國任何的出奇招的這個做法。宏觀取材，釐清真相，犀利精準，深入剖析，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不漏接。老時段，新氣象，我是鍾耀和，關鍵時刻2.0全新出擊。